眼前这个老六知音不会打猎被大妈嘲讽，一怒之下便要独自上山证明自己，不要被山里的野猪挑断了。虽说被救了下来，但也落了个终身残疾。母亲为筹医药费，起早贪黑的上山采货，由于太过劳累，一不小心从山上摔了下来，丢掉了性命。母亲的去世让他充满愧疚，为了麻痹自己，他决定跟猎人学习打猎。后来靠着打猎多年攒下来的皮毛做起了买卖，生意越做越大，他成为了千万身价的大鳄。直到他60岁生日时，他再也承受不住内心孤独和对妈妈是思念，从楼顶一跃而下。我这是在哪儿？青山，这里是咱们屯里的小卖铺啊。刚才王婶不是有意说你的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是啊，青山，你王婶我就是这张破嘴，你别生气。原来他重生到被王婶他们嘲讽的那一天。没事，小美，王婶说的也都是事实。我刚才就是突然有点头晕，可能是今天没吃饭饿了。说罢，轻轻地拍了拍身上的尘土，离开了小卖铺。突然感觉青山哪里不一样了，但是具体又说不上来。行了，小美，再看眼珠子都瞪出来了，青山都走远了。王婶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就是感觉青山突然变得不一样了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不还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？小美，你到现在不会还想着以后嫁给刘青山吧？婶告诉你，就他这样的，你嫁过去就等着吃苦吧。王婶，你瞎说什么呢？张秀美清丽的脸蛋上浮现出一片无语，羞恼的跺了跺脚，跑出小卖部。重生回来的刘青山，现在最想见到的人就是他的母亲王翠兰。看着那熟悉的木门，刘青山眼中隐隐泛着泪花。妈，我回来了。青山回来了。妈。刘青山满含深情的喊着妈妈，没有多余的话，刘青山也让母亲累。王翠兰看着情绪以及激动的头，温柔的拍了拍儿子后背。怎么了，儿子？是不是没有钱花了？妈这里还有1块多钱，要是不够，等妈卖了这些山货再给你。妈，你别说了，都是我不好，我是个混蛋。听到母亲关心的话语，刘青山压抑许久的感情彻底爆发，心底积攒了几十年的愧疚，让他眼泪像是决堤的河水。王翠兰没有说话，只是轻柔的拍着自己的后背。青山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是不是谁欺负你了？王翠兰眼中闪出一丝寒光，能看出来谁敢欺负她儿子，就算豁上命，她也要找他们算账。刘青山用袖子擦了擦眼泪，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：“没有，我就是今天突然想通了，我以前真是太混蛋了。”青山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是妈的好儿子。饿了吧？妈给你做饭吃。建军，你看到了吗？我们的儿子终于长大了。刘家的晚饭非常简单，只有菜饼子加咸菜，但是刘青山却吃得非常香。能够和母亲一块吃饭，就算吃糠咽菜，心里也是高兴的。前世最对不起的就是妈妈，既然上天给了我重生的机会，我一定要让妈妈过上更好的生活。妈，明天我和你一块上山吧，这样起码能为你分担好多事情。青山，你从小到大都没上过山，最好在家待着。王翠兰知道上山采山货是有危险的，因此她并不想自己的儿子冒险。妈，我不是小孩子了，你就放心吧。王翠兰感受到语气里的坚定，最终还是给了点头。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娘俩沿着屯子往东山走去。早啊，二叔。早啊，侄媳妇，跟青山去哪？二爷，我跟我妈一块上东山采点山货。这小子整天游手好闲的，今天怎么突然勤快了起来？行，好孩子，你也不小了，多替你妈分担点，别让她那么累。知道了，二爷。告别了刘家的二爷，母子俩便踏上了东山。我妈平日里肯定不是在这里采山货，大半天过去了，不可能只采到这么点山货，估计是为了我的安全，并没有往更深的山里走去。至于挣钱，要慢慢来，而且我已经有了初步的计划。果然，母子俩采了一上午，只在一个山头采到了平时一半的山货。妈，我去抓点鱼，你等我一下。你这孩子抓鱼干什么？咱家里又没法做。妈，我不是打算吃，而是有别的用途。在这个年代，大多数人都对鱼不感兴趣，因为没有油，做出来的鱼腥味大，还不好吃。本来不想让母亲继续采山货的，但是光空口白牙的劝根本没用，最主要还是得实实在在看到钱。抓了大约半个小时，背篓里也有了不少鱼，这才上了岸。晚上回到家，刘青山便将今天抓到的鱼全部装进了罐头瓶子里，然后盖好盖子放到窗台上，让其每天能照到太阳。嘿嘿，终于下雪了。儿子，下雪了咱就不上山了，你起那么早干什么？怎么不多睡会儿？没事妈，我睡不着了。看着雪下的，估计好几天都没法上山了。冬天山货本来就少得可怜，被雪一盖，那更是不好找。妈，我出去溜达溜达。行，中午记得回来吃饭啊。知道了妈。刘青山从偏僻的小路上直上东山而去，在走了半个小时以后，刘青山观察了四周的地形，这是一片松树林。前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发现了此处，这里人烟稀少，但是却有不少紫貂。之前做的臭鱼和夹子正是为紫貂准备的，这是我目前能够抓到的最值钱的猎物了。突然，刘青山眼睛一亮，看到了雪地里一溜脚印。很好，是紫貂的脚印。把捕兽夹定在树上，然后再将卤制臭鱼肉放到上面，一个简单的捕雕工具就做好了。刘青山躲在远处，果然不一会，几个紫貂闻着味就爬了过来。他们看四下无人，就上树准备大快朵颐起来。不出意外的，一个个都被钉到了树上。哈哈，开门红啊！刘青山将紫貂解下，放进布袋里，加起来今天一共收获了5只紫貂，便迫不及待地下山了。他并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往屯部走去。
进来。二叔，你忙呢？中年男人叫刘建民，是永安屯的屯长，也是刘青山进门的二叔。呀，青山啊，今天怎么有空来二叔这呀？这不是刘家那小子吗？自从他爸去世以后，家里全靠他妈王翠兰支撑着。青山也不务正业，整天在屯子里瞎逛。今天怎么逛到我这来了？二叔，是这样的，我想加入屯里的护卫队，你看行不？永安屯里的护卫队并不是什么香饽饽，平日里没什么事，只是当野兽到屯子里伤人时，才会让他们出马，而且打到的猎物屯里分文不取。不行，你不合适。刘建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为什么呀？本来想要直说的，但是想到他的家里情况，还是换个委婉的方式拒绝吧。你没有枪，也没有经验，护卫队里都是有经验的嘛，谁不是从新手过来的？二叔，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没那回事。青山，你不要多想，主要是你没枪啊。加入护卫队能干什么？那是不是我有了枪就能加入护卫队？刘青山抓住刘建民话里的漏洞，步步紧逼道：行，只要你能弄来一把枪，我就同意你加入护卫队。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，等貂皮卖掉，再弄把枪，应该不在话下。刘青山将脚下袋子拎到办公桌上，从里面掏出一张紫貂皮，递给刘建民。二叔，你看这张皮子够吗？刘建民看着桌子上的皮子，虽然他不太擅长打猎，但是眼光还是有的，轻轻的点了点头。你从哪弄的？不会是拿了别人的猎物吧？二叔，你说什么呢？这都是我自己家的。之前从来没听说刘青山会打猎，况且抓紫貂可不是一般猎人会的。这小东西很机灵，很难捕捉，要不然也不会这么贵。你还会这个？前段时间收拾家找到了一本我爸留下的打猎笔记，这些东西都是从笔记上学的。行，你去镇上把皮子卖了，买把枪，我就让你加入屯里的护卫队，到时候再找个人带带你。太谢谢你了，二叔，等我卖了皮子，一定给你买2瓶好酒孝敬你。刘建民一听这话，顿时觉得心中一暖，甭管怎么说，人家孩子有这份心就很不错。这样吧，一会儿你就直接去镇上找你大爷，我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照顾照顾你。二叔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自从我爸走了以后，这么多年多亏你照顾我们家了。刘建民一听心里一酸，其实这么多年他确实对刘家有所照顾，只是大多出于同情，并且也没有刘青山说的那么夸张。不过刘青山的话还是让刘建民心里很舒服。刘青山知道耽搁得太晚，走路不安全，因此刘青山一路上都没有停歇，终于在下午2点的时候走到了红旗镇上的供销社。你好，我找一下刘建国。你找刘经理干什么？那是我大爷，我找他有点事。售货员一听刘青山是经理的亲戚，立马热情了起来。刘经理在办公室，我带你去找他。大爷，没打扰你工作吧？没事，小朱，你先带上青山去把皮子收了，记得价格按照最高的来，到时候找我签字就行。好的，刘经理。大爷，我先过去了。这小子还可以，刚才就是想看一下他的性格怎么样，帮他也得有帮的必要，不说感恩吧，最起码不能帮个白眼狼。这孩子我还算满意，最起码没有一些年轻人的那些臭毛病。5张貂皮一共卖了4600，有了钱，刘青山在仓库选了56式半自动步枪，甭提多开心了。真理在手，天下我有。不过这次没有我大爷的帮助，事情不会这么顺利，得找个时间孝敬孝敬他老人家。另外上山打猎，狗是猎人的最佳搭档，有空得去狗市一趟。一声尖锐的口哨划破宁静的山林，几个男子带着一群猎狗正追逐着一只野狗。哪来的野狗？敢跑我们屯里撒野，找死！给我上！领头的男子挥舞着手中的木棍，指挥着众人。猎狗们被主人的喊声激发了斗志，纷纷加快了脚步，朝着那只野狗扑去。在追逐中，那只野狗突然一个转身，朝着领头的男子扑了过来。他来不及躲闪，被野狗狠狠地扑倒在地。妈的，疼死我了！别管我，你们继续追！其他人听到黄毛的喊声，立刻追了上去。前面的狗更是想要立功，疯狂地追逐着野狗。恰巧这时，刘青山正从山林中穿过，准备回家。我没看错吧？那是银龙。刘青山心中一惊，他记得前世有一个老猎人收养了这只狗，后来他成为了整个打猎圈闻名的猎犬之王。此时的银龙还没有被人收留，正独自在山林中流浪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银龙的速度和反应力远超一般的狗，如果他想反击，这几只狗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但他面对这么多人和狗，并不想给自己招惹不必要的麻烦。银龙直直地跑到一棵大树前，马上就要撞上了。突然一个转身，巧妙地避开了大树，而后面的狗则躲闪不及，纷纷撞着狗啃泥。狗的惨叫声和众人的愤怒声交织在一起，场面一片混乱。没想到这只狗这么能跑，都给我起来，不然今天你们都别想吃饭。就在这时，只听嘣嘣2声枪响，刘青山走了过来。他手中的猎枪让众人不禁有些畏惧。回家吧，你们不是他的对手，趁现在没啥损失，劝你们赶紧收手。什么？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们？我们这么多狗，怎么可能怕一只流浪狗？我们就是一个一个上，都能耗死它。对，我大哥说的没毛病，
就一流浪狗，能厉害到哪去？这么跟你们说吧，我在山上打猎，我亲眼见过这只狗跟熊瞎子打架，一点不带虚的。如果一般的野狗，早被熊瞎子咬死了。众人听他这么一说，都被吓坏了。熊瞎子，这只狗真这么恐怖吗？现在有2个方案：第一，你们继续追，直至你们的狗被全部咬死；第二，我给你们每人2块钱，这只狗由我来处理，你们自己选。在80年代，2块钱对他们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，何况他们并没有什么损失。黄毛想了想，觉得还是接受刘青山的第2方案比较划算。行，我看你人还挺不错，那他就任你处理了。果然，无论什么年代，没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只有钱不够多的问题。刘青山从兜里拿出一块面饼，递给银龙。银龙下意识地后退了2步，因为他见的坏人太多了，并不敢确认眼前之人是否是真心的。他先是舔了舔面饼，发现没事后，便大口吃了起来。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，他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这么好的东西了。吃完后，银龙眼眶湿润了，他太久没感受到过爱了。此刻他是开心的流下了眼泪。银龙，以后有我在，没有人会再伤害你了。银龙仿佛听懂了他的话，点了点头。他显然知道刚才刘青山救了他，并且给了他食物。此时，银龙已经认定刘青山就是他的主人。走，银龙，回家去。刘青山带着银龙一路走回家，银龙紧紧跟在他的身后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儿子回来了，这狗你在哪弄的？真漂亮，就是看起来有些凶。妈，这只狗叫银龙，是我在路边捡到的。它性格有点高冷，以后熟悉了就好了。对了，妈，以后你就别上山了，我和银龙去就行。如今家里有狗了，就可以抓点鸡鸭鹅养着了，以后既可以吃蛋，又可以吃肉。呵呵，行，妈听你的。儿子长大了，也有自己的主意了。不过打猎可比采山货危险，你可要注意安全啊。知道了妈，我会小心的。何况有银龙在，你就放心吧。那就好。依稀记得前世有人太嫉妒银龙，偷偷给他下毒，虽然没有毒死他，但也导致他受了重创，身体机能下降的厉害，没过多久就死了。这一世绝不能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。银龙，放心吧，以后我会保护好你。男人带着没人要的流浪狗去打猎，遭到村民们的一顿嘲讽。这去了不得直接送一血啊？还有一只狗，应该是双杀。刘青山并没有理他们，因为这只流浪狗很快就会成为赫赫有名的传奇猎犬。这里应该差不多了，算是山的深处了。在经过一片树林的时候，银龙突然朝着东面一边跑一边叫，很快便找到了正在树下寻找食物的野猪群，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冲着一头母猪冲了过去。只见银龙一口咬住母猪的耳朵，母猪耳朵吃痛，狠狠的一甩头，直接将银龙甩飞了出去。只是银龙下口很重，被甩飞的同时也咬下了母猪的一块耳朵。母猪发出一声惨叫，随后愤怒的直接冲着银龙冲了过来。银龙则灵巧的往旁边一侧，躲过了母猪的攻击，随后跟在母猪后面，准备再次攻击。母猪害怕银龙继续攻击他的后门，便坐在地上不起来。另一边，刘青山正往狗叫声这边赶去，突然发现对面山岗上有3只野猪跑过。我靠，这么瞧不起我吗？刘青山没有丝毫犹豫，其中1只野猪应声倒地，另外2只则一溜烟的跑掉了。这个位置距离对面山岗最少600米，已经超出了56万的有效射程，能够打中已经很不错了。母猪一听到枪声，顾不得和银龙对峙，转身便要跑。银龙对着母猪的后门狠狠地咬了上去，再使劲往下一坠，母猪顿时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被银龙这60多斤的猎犬咬在后面，换谁都受不了。母猪疼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嘴里发出威胁的哼哼声，再也不敢动了。银龙知道现在继续攻击的话也讨不到什么好处，只能等待刘青山过来。银龙干得漂亮！记得一位老猎人当时说过，看见猎物的第一时间就要开枪，不能先瞄准再开枪，那样猎物早就跑得没影了。只要开了枪，就算没打中，猎物也有可能受到惊吓，那样你就有可能多了一次开枪的机会。刘青山从腰间拔出剔骨刀，给野猪开膛破肚。野猪死了以后，一定要第一时间放血开膛，要不然外面的环境冷，野猪肚子里热，就会让野猪肉发臭。刘青山先将猪肚子在旁边的树上祭祀一下山神，然后便从猪肚子上割下来一块肥肉，递给一边等待的银龙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银龙并没有接刘青山手上的肉，而是冲着挂在树上的猪下或叫了2声。银龙，你不会是想吃这些东西吧？刘青山将猪下水取下，然后放在银龙面前，银龙这才满意的叼起猪肝吃了起来。这2头野猪加起来快有400斤重了，就算放了血以后，也得有300多斤重，靠自己根本不可能弄到山下去。这个年代，牲口不是一般人家能够养得起的，看来只能找二爷刘大树。另一边，刘家老宅的客厅里，刘建明夫妇和刘大树正在一块吃午饭。老二，你上次说刘建军家里那小子架了好几张纸雕皮，是不是真的啊？爸，上次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那是人家建军留下的笔记，补雕的技术就是青山从笔记上学到的。咋的？你爸我还不能问2句了？建军的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当时他悄不声的就去世了，我让你们哥2个多帮他家里一把，你们帮了吗？当年要不是刘建军他爸把我从血窝子里拖出来，
你爸还能在这里跟你拍桌子？刘建明的媳妇胡玉兰见自己的公公发火了，连忙扯了一下自己丈夫，示意他别说了。爸，这是你别怨建明和大哥。翠兰性子倔，当时给他们家送的钱，他都给原封不动的送了回来，只留下了点东西。再说这么多年，翠兰送到镇上的山货，不都是大哥给收了的吗？刘大树听后叹了口气，他也知道这些事，虽然他感觉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但是他也不能强迫自己的儿子替他报答。二爷爷在家吗？听到外面传来的喊声，刘建明如释重负的一下子站了起来。爸，是青山来了，我去看看他有什么事。二叔，我找我二爷爷，他在家吗？在家呢，快进来吧。还以为刘青山是来找我的，好让我找个猎手带带他，没想到居然是找我父亲。二爷爷，婶子。哎，青山还没吃饭吧？正好一块吃点吧。不了，二婶，我今天上午在山上打了2只野猪，自己拖不回来，想要让二爷爷赶着牛车跟我一块拖回来。刘大树与刘建明对视了一眼，眼神中满是怀疑。青山啊，你是不是捡着别人套的野猪了？那可不行，咱自己都拉回来啊！你最多只能拿一半，得给人剩一半呢。二叔，我能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吗？这2只猪都是我自己用枪打的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行，下午二爷爷陪你去一趟，你中午也先别回家了，在这里对付一口得了。咱爷俩吃完饭就上山。好的，二爷。吃过午饭以后，两人便赶着牛车向山里出发。我得到传奇猎犬后，第一次带它上山就收获了2头大野猪，但300多斤的猪肉着实让我犯了难。于是我找到村里唯一家里有牛车的二爷爷家。二爷爷，前面就没有路了，你赶车小心一点。放心吧，你爷爷我从10多岁就开始放牛，你只管带路就行。很快，两人便到了第一头野猪的位置，两人合力将这条野猪抬到牛车上，然后往下一头野猪的地方赶去。刚到地方，银龙就冲着右前方的树林一阵狂叫，树林中一阵黄影一闪而过。刘青山毫不犹豫，可惜了，没打中。那应该是黄鹂子，这东西可跑得太快了，再说距离也太远了。二爷爷说的是，这距离差不多得有500多米了，打不中也正常。把猪都放到车上后，昏黄的夕阳下，一辆牛车上驮着一老一少，悠哉悠哉地沿着山道往山下走。两人有说有笑的，通过这一路上的交流，刘大树彻底地改变了之前对刘青山的看法，对刘青山很是欣赏。青山啊，你这枪法是跟谁学的？我看那2头野猪可是枪打在要害上。二爷没有人教我，都是我自己研究的。我有空的时候就去后山练枪，开始也打得不准，后来就慢慢打得准了。听到刘青山的话，刘大树沉默了2久。要是枪法这么容易练的话，人人都是神枪手了。不对，他爹刘建军以前枪法也很好，可能这就是天赋吧。这人这么厉害吗？竟然打了2头野猪。还没到屯子，在路上便碰到早上嘲讽我的人，一见车上拖着的2头野猪，顿时眼睛一亮。这是建军的孩子刘青山今天上山打的。李婶，一会儿去我家拿块肉回家吃。屯里的规矩是见面有份，或多或少都会给一点。而且以我的枪法，以后我刘家都不会缺肉。正好趁着这个机会，让妈妈扬眉吐气一番，也让那些扯老婆舌的人闭嘴。那谢谢青山了，婶子就不跟你客气了。李婶紧紧地跟在牛车后面，嘴里更是对刘青山不停地夸赞。二奶奶，我叔让我来告诉你，让你准备一下拆猪的工具，他们马上就到了。是吗？谢谢你，小虎子。听着外面的嚷嚷声，王翠兰知道刘青山应该快要到了，于是连忙将盆子刷干净，一会儿准备盛肉用。牛车在人群的簇拥下来到刘家门口，然后众人合力将2头猪抬进刘家院子。刘青山刚到家就被妈妈一顿夸，甭提多开心了。妈，以后咱家有吃不完的肉，你就好好享福吧。哈哈，儿子出息了。刘大树在一旁看着，看刘青山他们家过得越来越好，打心里头替他们开心。对了妈，这次多亏了我二爷爷的帮助，2头大野猪才顺利的拉回家，我这就去给他分点肉。二爷，这猪肉你随便挑，你看你想要哪些部位的肉，我切给你。青山，你不用给我别的了，就给我1个猪头，再加1副下水就行。那怎么行？二爷爷你喜欢吃猪头下水的，尽管拿去吃，不过肉还是要给的。这年头油很金贵，因此猪身上最受欢迎的就是肥肉，因为可以变成猪油炒菜，而猪头和猪下水是人们最不喜欢的，因为没什么油水。你二爷爷我平时还差肉吃吗？我就得意猪下水这一头，别废话了，赶紧把猪头给我卸下来，我好带回去。刘青山一看老爷子主意已定，也不再多说，毕竟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肉切好后，便装袋拿给二爷。刘大树看着刘青山一手拎着一条猪腿，右手还拽着一个袋子，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。二爷爷，这2条猪腿是给我大爷和二叔的，我这枪的子弹都是我大爷给弄的，正好你一块给带回去。刘大树脸色这才缓和下来。行，我给你二叔他们带过去。小娟，屯子后头刘青山那个小子今天打了2头野猪，你快去看看吧，要块肉回来也能给你奶奶补补身子。婶子，这不太好吧？毕竟他们家也挺困难的。这有什么？咱们这就是这规矩，谁家打到猎物都会分分。
反正我跟你说了，去不去由你。眼前这个女孩叫小娟，年纪轻轻，本该享受生活的她父母早逝，只剩她和奶奶相依为命。10几岁的她便担起了生活的重担，可如今奶奶又身患重病，这对收入微薄的小娟来说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此时刘家院子里，村民们领到肉后纷纷散去，却看到角落里魏小娟正默默地收拾着猪下水。这下水我能带走吗？我想给奶奶改善一下伙食。看到魏小娟，刘青山心里猛地一颤。前世他们很相爱，但后来由于一些原因还是分开了，心里也一直对这个女孩心存愧疚。如今看到小娟为了家苦苦的支撑着，他强忍着泪水不让落下。刘青山收了收神，接着从一旁拿了一扇猪肉。小娟，这扇猪肉也是给你的。谢谢青山哥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。没事的，走吧，我送你。看着两人渐行渐远的背影，李翠兰不禁感叹，他们俩还挺般配的。魏小娟看着身前那高大的背影，眼里闪过一丝情愫。好想就这样默默的一直走着，只是希望这条路能长一点，这样我也能和他多待一会。对了，小娟，你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了？很不好，稍微干点活就气喘，医生说再不做手术可能就……魏小娟的声音越来越低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真是麻绳专挑细处断，厄运专找苦命人。小娟，奶奶的手术需要多少钱？医生说最少要2500块钱，要想稳妥点得3000。这该死的病，在这个年代，有几个家庭能拿出这么多钱？我这里有3000，先给奶奶做手术吧。青山哥，你就别安慰我了，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？再说这么多钱我怎么还你啊？这钱都是我打猎挣的，还钱的事以后再说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以后好好生活，有事就找我，知道了吗？魏小娟看着那双坚定的眼睛，脸上浮现一片红晕，随后害羞的点了点头。就送到这吧，我就不进去了。你给奶奶带个好。你回去慢点。回到家，刘青山把事情给妈妈说了一遍。妈，事情就是这样，我实在不忍心看着小娟那么可怜。儿子，你是不是对小娟有意思啊？妈，这跟我喜不喜欢她有什么关系？难道不喜欢她就不能借钱给她了吗？当然没关系，人命关天嘛。你做得对，明早把钱送过去。奶奶，你怎么不开灯啊？哎，奶奶这不是想要省点电费吗？以后奶奶没了，这个家就剩下你自己了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奶奶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的病肯定能治好的，我已经借到钱了。你跟谁借的这么多钱？你可别被人给骗了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。我是跟青山哥借的，他不会骗我的。柳青山，他人倒是不错，但他哪来那么多钱？青山哥现在不一样了，他会打猎了，前2天加了几只紫貂，今天又打了2头野猪，可厉害了呢。王奶奶见自己孙女一脸骄傲的样子，知道自己孙女8成是喜欢这小子，心想这样也好，自己走后还有个人能照顾孙女。他有这份心就好了，奶奶这病还不一定能治好呢，万一治不好，给你留下一屁股饥荒，奶奶死也闭不上眼睛啊。奶奶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一定会好起来的，你还要看着我嫁人呢，我不准你这么想。好，奶奶不说了，奶奶还要看着小娟子嫁人呢，这个手术一定会成功的。吃过早饭，刘青山便怀揣着巨款，背着枪往魏家走去。这年头出门就要随身携带56瓣，毕竟这年头拦路抢劫还是有的。此时魏小娟正准备做饭，便听到一阵敲门声，来人正是刘青山。青山哥，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刘青山拉住魏小娟的胳膊，将她拽进院子里，随后左右看了看，然后将怀里揣的3000块钱掏了出来，递到魏小娟手里。拿着，赶紧带着奶奶去做手术。青山哥，这么多钱，你真的愿意借给我吗？刘青山最受不了女人流泪，立刻将3沓大团结放在她手上。别哭了，赶紧去，以后有什么事随时找我。说罢，便一路小跑的离开了。看着刘青山有些狼狈的背影，魏小娟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在这一瞬间，她感觉压在自己身上的重担烟消云散。还不上钱，大不了把人赔给你。昨天家里来了黄鼠狼，咬死了2只鸡，看来得去市场再买几只狗，防止黄鼠狼再来。正在刘青山去狗市时，屯里的喇叭响了起来。永安屯的老少爷们，昨天下午郑大强在屯子东边捡柴火的时候被熊瞎子给咬了，等发现时人已经不行了。为了你我的安危，现在召集永安屯的护卫队来屯部商量一下如何应对这个黑瞎子。昨天刚遇到黄鼠狼，今天又来个熊瞎子，看来最近村里不太平啊。注意了，当他低头向你示好的时候，就是想靠近你，然后再给你致命一击。这只熊就用这招袭击了好几个村民，因此整个村子也陷入了恐慌。于是屯长便将护卫队召集到一起，说明情况后便下了任务，谁能打掉这只黑瞎子，直接奖励100块巨款，熊胆什么的也都是自己的。你们捕捉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，我替乡亲们谢谢各位了。说完，在场的众人纷纷把目光投向宋元朝和刘伟杰，因为他俩都有猎杀黑熊的经历。四叔，看样子这次猎黑熊全指望着你和宋叔了。
青山，其实四叔心里也没底，这黑瞎子可不是一般的聪明，他随便往树林里一钻，这大山这么大，往哪去找？行了吧，四叔，咱们这里谁不知道你家的虎妞可是永安屯第一头狗，有他在，还怕找不到那黑瞎子？这话倒是没错，只要虎妞出马，找到黑瞎子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四叔这一辈子最得意的事情，便是培养出了虎妞这个永安屯最出名的大头狗。猎犬好找，头狗难寻，四叔就是靠着头狗发家致富的。开完会，人们便各自去寻找熊瞎子。刘青山决定去遇害者的地方看看。令刘青山感到惊喜的是，不光银龙在到处嗅，另外3条狗也在到处乱嗅。难道说这3条狗可能有做头狗的天赋？银龙叫了2声，随后便冲着北方跑去，3条狗紧随其后。与此同时，在山的另一侧，一熊3狗正缠斗在一起。刘伟杰则在远处寻找机会给熊瞎子致命一击。只见400多斤的黑瞎子面对3条狗的围攻，丝毫不慌，他径直冲向站在几十米处的刘伟杰。3条猎狗见熊瞎子直冲主人而去，一只狗咬一腿，狠狠地扑上去。只是熊瞎子有着一身厚重的熊皮，几只狗拼命的撕咬，也只是让他感到有些疼痛而已。黑瞎子将左掌往前一甩，巨大的力量之下，将咬住前掌的狗直接被甩飞出去。随后黑熊把熊爪往后一掏，咬住后腿的2只狗连忙松开口。他们猎过熊的狗知道黑熊爪子的厉害，只要碰到非死即伤。这是陷阱。黑熊胸前血光一闪，随后发出一声痛苦的咆哮。3条猎犬一听到枪声，像是听到了冲锋的信号，立马冲向黑熊，拼命的撕咬。只是这次黑熊显然已经被彻底激怒了，眼里只有远处那个拿枪的人，丝毫不管在身上撕咬的3条猎狗，瞪着血红色的双眼，直冲着远处的刘伟杰扑去。刘伟杰也是打了10多年的老猎人了，装好弹药以后并没有直接开枪，他想要放黑熊近一点，这样能够打得准一点。他的枪威力大，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连发，每次发射完都要换子弹。大概黑瞎子跑到距离他10米处，刘伟杰不再犹豫，端枪上连。黑瞎子胸口就是1枪，可是黑狗一使劲，直接拽得黑熊一个趔趄，使得黑熊成功的避开了那颗致命的子弹。我操！可恶，居然没打中！刘伟杰来不及换子弹，转身便跑。黑熊几巴掌将身上的狗拍飞，随后直冲着刘伟杰跑去。刘伟杰随后便绕着巨大的松树跑，黑熊紧紧地跟在刘伟杰后面，就这样一人一熊，你逃我追，转了3、4圈以后，刘伟杰的脚步越来越慢。我尼玛！难道我今天就要交代在这里吗？只见熊瞎子直接一屁股跪在刘伟杰的腿上，咔嚓2声脆响，刘伟杰的腿直接被黑瞎子坐断。刘伟杰死死地咬住嘴唇，嘴里却没有发出任何惨叫。黑瞎子捕猎有个特点，你什么地方动，它就咬你什么地方。要是发出惨叫，它很有可能直接咬你的头。正在刘伟杰绝望的时候，一只白色猎犬率先冲出树林。随后，另外3只狗主动的冲了出来，正是银龙他们。银龙见熊瞎子压着一个人，没有丝毫犹豫，直冲着黑熊杀去。其余3狗在银龙的带领下，也是勇敢的往上冲。受伤的黑熊也有些体力不支，一看4条狗径直冲来，威胁式的吼声，随后转身便跑。银龙一看黑熊要跑，便一边叫着一边追击。刘伟杰听着狗叫声越传越远，憋了很久的疼痛一下子哭了出来。刘青山则顺着山脊一路往狗叫声传来的地方跑去。听这个声音，银龙好像找到熊瞎子了，我得快点找到银龙他们才行，以防止出现什么危险。其实银龙他们能够缠住黑瞎子就够了，这样可以积累一些对付黑熊的经验。再一个就是千万别被黑熊伤到，不然不但以后无法捕猎，连性命都可能丢掉。眼前这个男人被黑瞎子一击，双腿骨折。在他绝望时，我的猎犬赶了过来，受伤的黑熊自知不是对手，撒腿就跑。就这样一熊4狗在山林里追逐着，另一边刘青山顺着山脊一路往狗叫声传来的地方跑去，结果恰巧错过了刘伟杰的呼救。黑瞎子毕竟受了伤，越跑越慢，银龙趁机冲着黑瞎子的后面就杀。黑瞎子疼得一激灵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再也不敢跑动，就这样和4条猎犬对峙着。此时刘青山慢慢的追了过来，结果黑熊误以为是打伤他的刘伟杰，也不顾疼痛，瞬间跑向刘青山。速度之快，刘青山没有丝毫的紧张，端起枪准备射击。80米、50米、20米。2枪全部击中黑瞎子的心脏，可由于惯性，黑瞎子还是向刘青山扑来，被这几百斤的东西撞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只见刘青山抓住2只熊腿，直接把它举来了。黑熊被狠狠砸在地上，再也没有。真没想到黑熊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选择和我硬刚，怪不得人们都说1猪2熊3老虎，熊也确实是个狠角色。随后刘青山拿出剔骨刀，直接切开黑瞎子的胸口。卧槽，铜胆！前世与黑瞎子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，手上过的熊胆没有100也有80。但是却只碰见过2次铜胆，这种铜胆在后世禁猎黑熊以后，可以说是价值连城，和100年人参一样，都是能够救命的东西，你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。此时银龙朝着另一个山头疯狂的吼叫着，那边似乎有情况啊！银龙，前面带路，
不一会，银龙便把刘青山带到了刘伟杰受伤的地方，他的狗也都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。前面那人怎么这么像我四叔呢？刘青山连忙上前查看，此人正是刘伟杰。四叔，你怎么样了？快醒醒！好在刘伟杰的腿是被熊压断的，并不是咬断的，因此并没有出很多血。被刘青山一喊，逐渐清醒过来。青山，刚才是你的狗把黑瞎子撵走的吗？是的，四叔，放心吧，黑瞎子已经被我解决了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别的地方都没事，只是这2条腿被黑瞎子压断了。要不是你，我怕是要交代在这了。四叔别说晦气话，这不是有我吗？四叔现在脸色惨白，这种情况得马上上医院，要不然以后就算治好了也会留下残疾。四叔，你一会儿搂住我的脖子，我背你下山，要不然拖的时间长了，别留下后遗症。青山，四叔别的啥都不说了，今天四叔这条命就是你给的。青山，以后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行了，四叔，自家人不说那些外道的话。对了，来的时候我看过了，你那3条狗有2条已经不行了，只剩下受伤的虎妞了，让我一个人就没办法再带它走了。刘伟杰陷入了一阵沉默。青山光是背着我下山，那都已经仁至义尽了，哪能再强求他再带上虎妞？青山，这不怪你，你先送我下山吧。这件事算四叔求你，要是有机会的话，再回来救救虎妞。四叔以后估计很难再打猎了，要是能救下虎妞，就让他以后跟着你吧。四叔你放心，只要有机会我一定回来救虎妞。你养伤期间就让他先跟着我，要是以后你还能打猎，再让他回去。刘青山背着刘伟杰，经过了1个多小时的跋涉，终于来到了林道。好在运气不错，在沿途碰到一辆牛车，此人正是刘伟杰的弟弟。一阵寒暄之后，青山，这边有你五叔在呢，你受累跑一趟救一下虎妞，再帮我把大花和二黄埋了吧。四叔，还是我跟着一块去吧，也好有个照应。不用，青山，你放心吧，我下了山就去找辆车送我哥去镇医院，不行就去县医院，你的情我们家都记着，我哥惦记着虎妞，你帮忙去救一下子吧。刘青山见这哥俩心意已决，于是便不再多说什么。行，那你们小心点。刘青山救了虎妞之后，再将大花和二黄埋掉，便下了山。王翠兰此时正在家准备晚饭。本来他以为刘青山上山一趟3、4个小时便能回来，没想到都下午4点多了还没见到人，心里很是担心。好在刘伟昌回屯部的时候，便让刘建明广播了一下，告知屯里的人黑瞎子已经被刘青山除掉了，这让在家焦急等待的王翠兰也放下心来。转眼刘青山便到了家。妈，你看我带什么来了？这么大的熊胆，比你爸以前打的大多了，黄灿灿的真好看。妈，你小点声，这可是熊胆里最珍贵的铜胆，能传家的宝贝，这玩意我不准备卖，留着等关键时候救命用。是吗？那可太珍贵了。对了妈，我去二爷家一趟，让他明天早上跟我一块把黑瞎子拖下。穿越到80年代，这不是黑瞎子来村里通知村民，我打了黑瞎子后，今天一大早便来到二爷爷家。二爷爷这么早就醒了？年纪大了就睡不了那么长时间了，我也想早点看看那伤人的黑瞎子到底长啥样。银龙，前面带路。好小子，你这狗看着不错啊，那条白狗挺通人气啊，就是不知道活怎么样。二爷爷，这银龙可灵性了，上次打的野猪和这次打的黑瞎子可都是他先发现的。那确实不错，看着身条不像是适合打猎的，没想到打猎还是一把好手。两人一路上有说有笑的往山上走去，很快便走到了目的地。两人将黑瞎子固定好，刘大树便赶着牛车往山下走。在牛车经过一片杨树林时，银龙突然停下脚步，一脸警惕地望向树林。银龙冲着树林里叫了几声，刘青山连忙架起了枪。刘大树拉住牛车。二爷爷，我估计我们应该是被什么盯上了，我一会开枪惊走他，你牵好黄牛，别让他惊了。放心吧，你只管开枪就行。刘青山不再犹豫，枪声响起，一道黄影几步便从树上窜了下来，看样子应该是猞猁。是的，这玩意连袍子都能撵上，有机会我再专门过来抓他们。两人有说有笑的赶着牛车就到了屯子里。二爷爷，这2只熊掌都是前掌，一只给我大爷，一只你拿回家和我二叔一块尝尝。刘大树这次倒是没有推辞，他现在越看越觉得刘青山顺眼，早就把刘青山当成自己的亲孙子，因此和刘青山也不再客套。行，今天我就让你婶子把熊掌呼了。说起来，我都好久没有吃这玩意了，还真有点想了。这雪下的可真大。这时候屯里的大喇叭便传出来了刘建明的声音。屯子里的老少爷们，根据林业局的预测，今年是山上野兽数量大爆发的一年。为了保护镇上居民的安全，所以在年前举行一次大清洗活动。猎人们打到的猎物，到时候镇上会统一派车来收，价格绝对公道。下雪后，很多野兽由于在山上找不到猎物，就会下山到屯子里祸害牲畜，每次都会造成许多人受伤或者死亡，这才有了没几年就会举行的清洗活动。翌日，刘青山刚走到东山脚下，便碰到了一个屯子里的男人吴梦山。早啊，吴叔。青山，这么早就上山？我这不是刚开始打猎吗？想着早点去看看能不能有收获。哈哈，你小子谦虚什么？你可是咱们屯里有数的几个猎过黑瞎子的人啊！
前世跟这个人打过交道，那是一个占便宜没够的人，十分的死皮赖脸。两人结伴沿着山道往上走，在走了一会后，刘青山主动提议道：“吴叔，咱们就在这里分开吧，我往右边走了。”吴梦山一听这话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悦，脸色也阴沉了下来。本来想跟着刘青山一起的，随便开2枪也能分点猎物，没想到刘青山这么不给面子，输跟你一起呗，2个人也好有个照应。吴叔，这样不太合适，你说万一银龙他们逮着猎物了，怎么分啊？总不能你什么都不分吧？行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吴叔也不是那种死皮赖脸的人，你自己上山可要小心点，被什么东西咬了可就不好了。敢诅咒我，我看你是想死了。刘青山丝毫不惯着的张口就骂，看到刘青山语气不善，银龙几条狗立马围住吴梦山。他妈的，我崩了你们几个狗东西！你可以试试。吴梦山看着刘青山那冰冷的目光，忍不住打了个哆嗦。他心里十分清楚，他敢打他的狗，那么刘青山绝对会开枪。不过权衡利弊以后，吴梦山还是收起来了枪。吴叔开玩笑的，青山你赶紧让你的狗离我远点，我还着急去打猎呢。银龙，回来，别耽误吴叔打猎。吴梦山看着刘青山那个笑容，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脊梁骨处涌上了头顶。与吴梦山分开以后，刘青山就一头钻进了右边的树林里。今天他上山，他的主要目的就是前2天见到的那只猞猁。翻过一个山头，又走过一片树林，映入眼帘的便是一片乱石岗，这是猎人最怕的地方。石头乱七八糟的，一个不小心就容易扭伤划伤脚。而猫科动物的弹跳好，则是如鱼得水。这时候银龙却冲了出去，又被刘青山叫了回来。咱再找个地方，这里不适合你们。猞猁一般这个时候都是在洞里睡觉，要是刚才不阻止他们，银龙他们很可能会直接钻进洞里，那么很有可能会被猞猁直接锁喉。说罢，刘青山领着银龙往另一个山头走去。先去找别的猎物，等傍晚的时候再来一趟，因为那时候大部分猞猁都会出门打猎，这是最容易猎杀猞猁的时候。眼前这头野猪面对4只猎狗的撕咬，翻滚就把4只狗甩进去，之后他甚至还挑衅了起来。只因他有一层厚厚的松油泥土混合物披在身上，猎狗面对着坚硬松油铠甲，那也只能是干瞪眼。但这时候银龙追了过来，野猪见猎狗越来越多，他并不想被拖入持久战，于是准备先跑为上。野猪抖了抖身子，表示自己根本不惧，可银龙可不管这些，也只有银龙冲了上去。剩下4只狗眼看老大哥带头冲锋，于是也跟了上去。别看大野猪体型巨大，但跑的那是一点也不慢。在连续翻过几座山岗后，虎妞依靠速度优势，第一个冲在前面，对着大野猪后面挂着的2个大炮卵就是一捅。野猪虽硬，但后门就是他的弱点。野猪疼得嗷嗷叫，之后一个甩身，虎妞被甩飞出去。但同时野猪的炮卵皮直接被虎妞撕下一块来。别看虎妞平时很低调，但在关键时刻那是真下死手啊！银龙见虎妞被甩飞，他对着虎妞撕裂炮卵子的伤口处，就是狠狠一口咬下。野猪又是嗷嗷的叫了起来，不知道炮卵有没有碎掉。他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将自己的炮卵护在身下，一脸警惕地对峙着面前的几条狗。此时刘青山也渐渐地跑了过来，这脚印这么深，看来这头野猪最少也得500多斤，得赶紧过去帮助银龙他们才行。此时一棵大树前，大野猪正面冲着5条狗，嘴里不断发出威胁的呼哧声。狗的耳朵是非常灵的，他们知道刘青山到了，冲着野猪开始狂叫。刘青山则在200米处停下脚步，单枪瞄准。枪声响起，野猪头上闪过一丝血花，大野猪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，然后瞪着血红色的双眼迎头冲向刘青山。银龙和虎妞第一时间冲了上去，直接被野猪冲飞。3枪，2枪正中眉心，1枪擦着野猪的头皮飞过，被爆头的野猪身体一僵，随后一头栽倒在地，紧跟着5条狗便扑到大野猪身上疯狂的撕咬。等银龙他们发泄完了以后，刘青山这才走到野猪身旁。这浓烈的腥骚味那是扑面而来啊！刘青山检查了一下几条狗，发现都没有什么大问题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刘青山先将野猪那2颗巨大的獠牙用开山刀敲了下来，这玩意不值钱，不过可以打磨一下给自己的孩子带，之后开膛破肚，分点肉给狗子们。虽然味道有点骚，但狗子们体力消耗太大，也是真的饿了，于是不管不顾的吃了起来。跑了这么长时间，刘青山早已经饿得不行了，但这500多斤的公野猪肉的味道不是一般的骚，于是刘青山拿起妈妈给的盒饭便准备吃。只见银龙走了过来，很明显是想吃他手里的盒饭。你想都别想，这是我的。但最终还是从饭盒里扒拉了2块红烧肉放在雪地上。吃饱喝足以后，刘青山看了看天，这个时间差不多是下午2点多，这时候往乱石岗走，走到那里估计正好4点钟，正是猞猁出门捕食的时候。银龙带你去报仇去。刘青山并没有直接靠近乱石岗，而是在距离乱石岗300-400米的地方找了一棵大树停了下来。一会儿你们都不准叫，知道吗？刘青山也不管他们听没听懂，一溜烟的爬到了树上。刘青山坐在树杈上，端起枪瞄准乱石岗猞猁的洞口处。这已经是极限距离了，但没办法，猞猁这种野兽很是机警，要是闻到别的味道，它宁可在洞里待着，也不会轻易出来。刘青山深吸了一口气，蹲在树上静静的等待着。
随着太阳渐渐落下，山里的温度也渐渐降低。刘青山蹲在树上，感觉手吹过，刘青山狠狠地打了个哆嗦。看来这猞猁今天是不准备出去捕食了。刘青山将枪一收，正准备收工的时候，突然余光看到猞猁洞口一道黄影闪过，刘青山立马将枪重新瞄准，死死地盯着洞口。2分钟、10分钟，刘青山十分确定，刚才自己没有看错，那绝对是猞猁。果然，在刘青山又等了近20分钟的时候，猞猁洞口探出一个毛茸茸的脑袋，正警惕地观察着四周。待确定四周没有任何危险以后，猞猁从洞里跳了出来。在猞猁落地的一瞬间，蹲在树上的刘青山眼睛一亮，轻轻地扣动了扳机。枪声响起，几条狗在树下兴奋地叫了起来。刘青山顺着树干滑下来，怀着激动的心情快步走向乱石岗。还没有走近，刘青山便看到猞猁洞口处的石头上，一团毛茸茸的东西静静地躺在那里。好在只是将脑袋打碎了，并没有伤到其他地方，皮毛依旧非常完美，应该能卖个好价钱。随后，刘青山将猞猁开膛破肚，装进袋子。走，银龙，回家。你看我像人还是？没想到狗子一口就让黄皮子见了太奶，谁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足足有几10只黄皮子。接上集，在刘青山背着猎物刚到屯子时，便碰到了屯长刘建明。青山打猎回来了，收获咋样？二叔，我打了一头500多斤的大野猪，正打算找二爷爷，明天一起把它拖回来呢。青山啊，你可给咱永安屯长脸了，活动第1天就搞到这么大的货。走，去二叔家，咱爷俩好好喝一顿。二叔正好有事跟你说。刘青山一听有事，便没有拒绝。二叔，我先回家一趟，要不我妈该担心我了。你看我这脑子，忙得都糊涂了。你先回家，把你妈也一起带上来我家。转眼刘青山和母亲就到了刘建明的家里。一进屋，刘青山眼睛一下子亮了，原来是供销社的刘建国。大爷，您咋在这儿呢？这是我家，我咋不能在这儿？另外，大清洗活动不是开始了吗？镇政府让供销社来收野猪肉和熊肉，我就回来看看。瞧我这记性，差点把这事给忘了。镇里收肉肯定得供销社出面呀。青山啊，今天活动第1天，你就搞个大野猪，真给咱屯子争光啊！青山，我就直说了，这次活动，镇上给每个屯子都下了死命令，就是咱们这4个屯子，每个屯子要打300斤以上的野猪20头，300斤以上的黑熊10头，猞猁2头，东北豹1头。此话一出，在场人都被震惊到说不出话来。这野猪还好说，繁殖快，数量多，努力，兴许能凑够。可这黑熊一到冬天就找个地儿冬眠去了，找他们就跟大海捞针似的，而且那家伙危险得很，弄不好就得把小命搭进去。还有这猞猁和东北豹跑得比兔子还快，精得跟猴似的，咋打呀？二叔，不是我泼冷水，这野猪熊瞎子咬咬牙，说不定能行。可猞猁和东北豹纯粹靠运气，属实有点为难人了。我还没说完，一头猞猁能顶2头黑熊，一头土豹子顶3头黑熊。另外屯里决定，在镇上奖励的基础上，再给1份奖励，猞猁200，土豹子400。二叔，你这么说倒是还行。对了，照这么说，一只猞猁能得400块钱奖励了。咋了？你有啊？今天刚打了一只。刘建明一口酒直接喷了出来。二叔，我今天真打了一只猞猁，刚才没来得及说。你这小子在这等着我呢，不过这也是你的本事，咱屯离目标又近了一步。来，青山，咱爷俩再喝一杯。这顿饭吃完，大家关系更亲近。傍晚，刘青山刚回到家，便看到惊人的一幕。儿子，你快来看，咱家银龙咬死了一只黄鼠狼。咬死了就咬死了吧，谁让他来偷鸡呢？看着自己儿子不紧不慢的样子，王翠兰倒是着急了。你这孩子，你不知道这东西报复心很强吗？到时候一群一群的来，咱家这几只鸡可不够他们霍的。妈妈说的也对，我家在屯子的最后面，距离不远处就是永安屯的后山，那里可是黄鼠狼的根据地，还真得防备着点。妈，那今天晚上我让银龙他们看着点，银龙他们应该都能对付的了，你就放心吧，妈。刘青山恶狠狠地说道：“常年上山打猎的人就没有害怕黄鼠狼的，毕竟整只身上的煞气很重，不害怕这种东西。”夜晚，永安屯后山一处小山岗处，一只黄鼠狼正立着身子围在一块大石头边上，石头上一只体型较大的黄鼠狼正在滋滋叫着。随着一声刺耳的叫声，一只黄鼠狼在大黄鼠狼带着向着永安屯跑去。妈，你待在屋里别出来，一切有我呢。知道了，你自己小心点。刘青山看到4条狗正一脸警惕地望向后山，知道这黄鼠狼8成是从后山来了。于是刘青山沿着梯子几步爬上屋顶，往后山方向望去。好在是今天的月光不错，因此很容易便能看到很远。他看到在屋后700-800米的地方，一道道黄影闪过。这是捅了黄鼠狼的窝了吗？刘青山瞄了瞄远处的黄鼠狼，最终还是放弃了。黄鼠狼的目标实在是太小了，而且还在移动，几乎不可能打中。别看黄鼠狼的体型很小，但是速度还是很快的。短短几分钟的时间，黄鼠狼群便由远及近，
在到达刘青山家后院以后，黄鼠狼直接分成了3波，各从后墙、左墙、右墙往院内攀爬。还没等刘青山开枪，门外的枪声就响起来了。越来越来劲，有点意思。最后，刘青山终于发现个头较大的首领。擒贼先擒王。为首的黄皮子直直的摔在了地上，其他黄皮子见到老大死了，便都灰溜溜的逃走了。刘青山这才停止了射击。刘青山打开门，便看到眼前之人正是刘伟杰。四叔，你怎么在这？要不是有你，我家肯定要遭殃了。对了，四叔，你的腿怎么样了？没事，青山，都是自己人。我也上刚从医院复查回来，医生说静养几个月，应该就可以下地走路了。这不刚刚经过你家吗？没想到你家来了这么多黄鼠狼。估计是白天炎龙咬死了几个偷鸡的黄皮子，所以他们这才来报复他。行，那没别的事，我就回家了。你慢点，四叔。妈，黄皮子让我给打退了，估计以后也不会回来了。你赶紧睡吧。行，妈知道了，你也回去睡吧。续接上集，刘青山把昨天打到的野猪和猞猁卖掉后，足足赚了4000块。刘青山这边回了家。妈，今天王翠兰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出门迎接刘青山，屋里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奇怪了，人呢？刘青山心里一沉，快步推开屋门。妈，你也……刘青山还没说完，直接被炕上的女孩吸引，而王翠兰则是一脸笑意的看着刘青山。青山哥，哎，小娟你来了，奶奶手术怎么样了？奶奶的手术很成功，接下来在家里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。那就好，这样魏小娟也不用早早的承受丧失至亲的痛苦，人生也不用过得那么苦了。小娟是来还钱的，我说不用着急还，这孩子怎么说都不听。我先还一部分，剩下的钱我慢慢还。这时，刘青山的脸色慢慢阴沉下来。魏小娟以为刘青山生气了，赶紧补充道：“青山哥，你相信我，钱我一定会尽快还给你的。”我不是这个意思，现在奶奶正是需要养身体的时候，你把钱给我了。平日里你们吃什么？听到刘青山的话，魏小娟知道是自己误会他了，心中一阵感动。青山哥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我……王翠兰眼见自己待在这里有些不合适，于是悄溜溜的走了。刘青山虽然是重生者，但恋爱中的有些人的智商是为0的，可能刘青山就是这种人吧。在青春期面对心爱之人时，再精明的刘青山也变得有些木讷。看着刘青山着急的样子，魏小娟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梨花带雨的模样煞是好看。一时间，刘青山有些愣住了。看着刘青山那呆愣的模样，魏小娟忍不住调皮的歪了歪头。我好看吗？好看。哼，就会哄我。王翠兰不在这里，显然让魏小娟恢复了少女的俏皮。哪有？你出去问问屯子里的人，谁敢说你不好看？听着自己心上人的夸奖，魏小娟心里比吃了蜜都甜，与刘青山对视了一眼，然后有些害羞的低下了头。剩下的钱你先拿着，给奶奶买点吃的喝的，先把奶奶的身体养好是最重要的。魏小娟没有再拒绝，她突然之间想通了，她欠刘青山的太多，根本不知道怎么还。反正心里也装不下别人了，那就一辈子跟着刘青山好了，这样也不用纠结什么时候还他钱，慢慢的还就是了。反正一辈子的时间很长，我明年准备干点小买卖，到时候你来帮我吧。好啊，没问题。也不问问我干什么就直接同意了，不怕我把你卖了吗？你会吗？不会，就算把我自己卖了，也不会卖了你。我可舍不得把你卖了，我宁愿你把我卖了。两人说着说着，天就黑了。随后两人到了屋外面，刘青山看到天上有飞机飞过。小娟，你看天上有流星，一起许个愿吧，很灵的。没想到青山还挺懂浪漫的。于是魏小娟则闭上眼睛，不知道嘴里念叨着什么。对了，小娟，天色不早了，今晚上在这吃吧。不用了，青山哥。还没等魏小娟拒绝，刘青山早就跑去了西屋。妈，晚上多炒几个菜，让小娟在家里吃饭吧。王翠兰看着自己儿子，一脸的笑意。家里现在有钱了，现在儿媳妇也要有了，别提多开心了。早就准备好了，6个菜怎么样？还是我妈靠谱。婶，我还是回家去吃吧，奶奶还在家等我吃饭呢。此时王翠兰给了刘青山一个眼神，让他留住魏小娟。就在这吃的了，等一会儿你给奶奶带回去一些，也省得你自己做了。于是魏小娟没有再拒绝，也去厨房跟妈妈一起张罗起来。刘青山看着厨房里那其乐融融的一幕，心里十分温暖。一顿晚饭吃的那是相当的愉快。王翠兰已经把魏小娟当成了刘家的儿媳妇，话里话外的暗示让魏小娟害羞不已。吃完晚饭，王翠兰用盆给魏小娟盛了一大盘排骨。刘青山端着盆子在前，魏小娟在后，皎洁的月光也格外应景。奶奶，我回来了。到了屋里，魏小娟笑着让开身后的位置。奶奶，你看谁来看你了？王奶奶定睛一看，看到魏小娟身后端着盆的刘青山，脸上顿时笑开了花。青山来了。奶奶，你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？这是给你带的排骨汤，给你补补身体。王奶奶看着那满盆的排骨，心里感觉很是舒服。
你有心了，我恢复的挺好的。赵医生说明年春天就能下地干活了。那还挺好。不过奶奶，你最好多休养一段时间。要是家里有什么活忙不过来，直接让小娟找我就行。行，到时候一定。王奶奶满脸笑意地看着刘青山，越看越喜欢，对孙女选的这个男人很是满意。又闲聊了一会儿，看着老人家脸上露出的倦意，刘青山很有眼色的告辞离开了。翌日61号牧场，一群工人正在伐木。只见眼前的马惊慌地向前方跑去，正在众人目瞪口呆之时，一道黄色的身影从侧面林子跑出，咬住了马的脖子，嘴里不断地发出阵阵悲鸣，随着血液的喷出，很快便没了声音。老虎，是老虎，快跑啊！一看是老虎，三人转身就跑，只是老虎直接将一人扑到身下，张开血盆。老哥，我怎么感觉安静的有点奇怪？我看你就是想偷懒，赶紧干活。青山事情就是这样，这位秦小姐是上面特意派来帮助你打东北虎的。你好，我叫秦胜男，谁说女子不如男的难？好家伙，这是先给我来个下马威啊！这女的拖不拖后腿的先不说，但这脾气是真不行。就算刘青山有100个不情愿，但由于是上面派来的，也只能照做了。秦小姐多多关照。什么时候出发？就在今天，但是待会我得回去准备一下，说不定今晚要在深山里过夜。之后两人这便踏上了寻虎之路，从天亮找到天黑仍是没找到。秦胜男唉声叹气的，刘青山则很淡定，这种情况实属正常。于是晚上决定先在父亲的故友三爷爷家休息一晚。三爷爷，我是永安屯刘建军的儿子刘青山，今天是上山打猎的，太晚了，下山不安全，能在你这休息一晚吗？来了，等着。三爷爷好。哎呦，这不是青山吗？窝里暖和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三爷爷，自从我爸走后，我也很久没来你这了。你一个人过得怎么样？我这闲云也喝惯了，偶尔上山打打猎，挺好的。寒暄一阵后，大家便各自睡去了。翌日，在上山的途中，银龙先是冲着北方叫了2声，然后又冲着南方叫了2声。不出意外，应该是目标出现了。原来这是东北虎的障眼法，他先上往北跑，然后再往南跑，以混淆视听。这银龙今天是怎么了？咦，秦胜男哪去了？就算去方便了，也得说一声吧。这大山深处可是很危险的。此时银龙突然往南边冲了过去，其余4狗也跟了上去，刘青山则紧紧地跟着后面。此时正在方便的秦胜男并不知道一只东北虎正静静地盯着他，突然老虎身子往下一沉，准备袭击秦胜男。随着一阵狗叫声传来，正是银龙带领着4只猎犬直冲老虎跑来。看到猎犬竟然不怕自己，老虎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，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。秦胜男头顶传来一阵虎啸，也来不及整理衣服，端起枪就向老虎这边一顿射击。刘青山见状忙爬下，心里一阵委屈，这特么没被老虎干掉，差点先被秦胜男给突突了。秦胜男开完枪，随后撒腿就跑，结果一个猎犬被自己绊倒在地，紧接着就传来清脆的骨折声。这哪里是来打老虎啊？说是来帮老虎的也不为过啊！听到这声愤怒的虎啸，眼前几只狗哪里还有前几天打野猪的气势，只觉得浑身无力，死死地趴在地上。就在这时，银龙却没有丝毫犹豫地继续冲向东北虎。紧急情况下，刘青山也顾不得太多，根本没有瞄准，只是凭着感觉扣动了扳机。东北虎肩胛处溅出一团血花，随后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。他并没有攻击刘青山，而是几个闪身便消失在树林中。刘青山长舒了一口气后，快步跑向秦胜男。一声刺耳的尖叫声从石头后面传出，刘青山只看到一片刺眼的雪白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哼，我看情况危险，这次就散了，不准再有下次了。之前还挺高冷的，被老虎这么一下，直接变乖乖女了。只见秦胜男他想站起来，却又坐下。你没事吧？秦小姐，你别动，我帮你看看。依我看，你应该是骨折了啊！那怎么办？我还要打老虎呢。你放心吧，刚才老虎已经被我打伤了，应该跑不远。紧接着，刘青山把秦胜男送到三爷那安顿下来后，便出发了。一路上零零洒洒的滴落了很多虎血，让银龙的追踪很是轻松。很快便来到一座山岗前，这声音虽然瘆人，但是还是能够听出失血过多的虚弱。此时正是这只老虎最弱的时候。银龙上！而此时东北虎闻到那个伤害他的人就在附近，纵身一跃，跳了下来，只是身体踉跄了一下，伤口的疼痛使得原本准备逃走的东北虎眼睛一红，脑袋中充满了愤怒，晃了晃脑袋，往气味传来的方向杀去。东北虎刚跑了没几步，便直接与银龙碰了个正着。银龙并没有直接进攻，他清楚自己和东北虎不是一个量级的，贸然冲上去只会给东北虎送菜。要是按照往常，
面对5条狗，东北虎几乎不会放在心上，只是现在他的左肩受伤，使得他的灵活性大大降低。在银龙的催促下，其余几条狗终于压下内心的恐惧，呈扇形面对东北虎。东北虎发出一声咆哮，往前猛地一扑，直接扑向右前方的虎妞。虎妞他还没有直面东北虎的勇气，身体直接僵住了。此时银龙大叫一声提醒了他，他立刻往旁边一闪，这才躲过了东北虎的致命一扑。随后银龙第一个冲向东北虎，冲着东北虎的大腿就是一猛。发出一声惨嚎，随后尾巴狠狠一甩，80多斤重的银龙直接被东北虎一尾巴抽了出去，摔在地上。突然老虎吼叫起来，原来黄土对着老虎的荔枝狠狠咬了上去。东北虎只觉得后门处传来一阵阵剧烈的疼痛，一个头身后就是一口，可惜油滑的黄土像打游戏，咬一口换一个地方。此时黄土发现东北虎灵活性很差，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，顿时支棱了起来，围着东北虎发出挑衅的叫声。虎落平阳被犬欺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。东北虎充满了愤怒，却又对这群狗无可奈何。刘青山终于在这关键时刻赶到，没想到猎犬们敢和老虎正面硬刚，狗子们和刘青山配合默契，便跑到一旁。东北虎看到仇人刘青山的瞬间，虎目怒睁，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。东北虎就靠着这一口气直冲刘青山而去，速度很快，几步就跨越了100米的距离。受这么严重的伤还能跑这么快，不愧是百兽之王。刘青山没有犹豫，开枪射击。以防万一，刘青山又对着虎头又是一击。随后几只狗疯狂地撕咬东北虎，发泄着情绪。最后我和三爷爷便拖着老虎直接前往坟部，骨折后的秦胜男则坐在老虎身上很是悠哉。刚到山脚下，就看到终于变死了，而另一边则是2个小妹妹在一旁哭泣。住手！男人明明救了他，却又直接给他跪了下来，甚至还将自己唯一的枪送给他，只因男孩将在10年后将成为资产1000万的大佬。吕永福，记得前世他创立的永福集团一直是我司的最大竞争对手，并在20年后市值一度超过我的公司，可谓是人中龙凤。此人一定要好好拉拢。刘大哥，你能让我跟你一起打猎，这样的大恩永福无以为报，就让我们给你磕2个头吧。我帮你们不是想你们报答的，等你以后学会了打猎，能够自己养活2个妹妹时，就自己单干吧。想收留他们，得看看他们是不是跟自己一条心。刘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以后跟定你了，绝不会学会了打猎自己单干的。永福，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我爸妈都死了，家里就剩下我们3个了。刘大哥，我们能去你家吃饭吗？我已经2天没怎么吃东西了。当然能，以后你们就住在我家吧，这样你们也不用再受冻挨饿了。好呀，好呀。啊，这怎么行？这有点不合适吧？记得吕家姐妹在前世的时候，2人都有残疾，一个是只能坐在轮椅上，另一个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的，就是因为屋子塌了，把他2个妹妹的腿压断了。如今重活一身，我不可能再让自己手下的商业奇才受伤。就这么定了，要不然你就不用跟着我打猎了。吕永福看2个妹妹坚定的眼神，便同意了，之后便一起去了屯部。雪娇，听说大爪子是山神爷的坐骑，看到他的人都能够趋吉避凶，咱们都摸摸，说不定咱们家里的霉运就驱散了。轻点摸，把老虎吵醒了，咬你们我可不管。随后大家便都开心的笑了起来。今天的屯部广场那是人山人海，不光是永安屯的人，连周围屯子的人听到永安屯改进了一只东北虎，反正大冬天的闲着也是闲着，都成群结队的来永安屯看热闹。歪日他得法长，青山居然打到一只东北虎，这也太牛了吧！一名年轻的小伙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，语气中满是对刘青山的敬佩。这玩意不是不能打吗？这你就不知道了。听说林场那边闯进去一只东北虎，咬死了1个人，使了整个林场都停工了。上面下了死命令，要打死这只东北虎。你看那个女人都是上面派来了，一定是她跟东北虎殊死搏斗，才打死了东北虎，然后自己也受了伤。现场说什么的都有，刘青山只是笑了笑。青山，你没事吧？刘建明见刘青山回来了，上下打量了一番，发现刘青山没有受伤，这才放下心来。二叔，咱们去办公室说吧。屯长，能不能借用一下电话，我跟上面说一下情况？喂，哪位？赵叔，是我盛楠，我爷爷没事吧？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随后声音语气低沉。老首长的精神还不错，不过医生说再找不到虎骨，老首长恐怕就坚持不到过年了。秦盛楠闻言这才松了一口气。赵叔，那只的老虎已经打着了，你派人来永安屯带走吧。是吗？那太好了，我今晚就出发，估计明天上午就能到。翌日，一阵汽车喇叭声传来，屯部门口开来一辆军用吉普车和一辆大铁皮，从车上走下2名身穿军装的男人，还有1名身穿便装的人，一看就是机关里。领导好，我是永安屯屯长刘建民。秦建，刘屯长，我是林业局的李文杰。多亏了你们东北虎才被解决掉，要不然今年林场的目标可就完不成了。哪里，还是多亏了上面及时派人来处理，才这么快解决的。
李主任，这东北虎我们先带回去了，等用完了就给你们送回去。随后便把东北虎抬上车，马不停蹄的开车走了。之后李主任便说起了奖励的事情。你这次把这头咬死人的东北虎处理掉，算是立了一大功。上面研究决定给你颁发一个奖状，并且给予你1000块钱的奖励。想到这，刘青山把目光移向刘建明。刘建明怎么会不知道他在想？没好气的白了刘青山一眼。屯里你就别想了，不可能给你那么多的，最多给你500块钱，那要不要？要，当然要了。那副财迷的样子让在场的众人都笑了起来。之后刘青山便回了家，给妈妈讲了收留吕永福他们的事情，并给他们安排好房间。这时候几只狗叫了起来。这是刘青山家吗？你们俩找谁？爷们，你是刘青山不？我就是。还不快给恩人磕头！那名小年轻也不含糊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刘青山还没反应过来，砰砰砰就是3个小头。你这是干什么？爷们，我哥就是那个被大爪子咬死的人，这是他儿子。要不是你替我哥报仇，我大哥估计死都不会瞑目。刘青山一听这话，立马反应了过来，原来这2个是那个林场工人的家人。来，进屋说吧，外面冷。爷们，心里领了，但是我哥刚去世，我就不进去了，这点心请你收下。我们说2句话就走。在这边的规矩就是横死之人不入屯，就是出现意外死的人不准进屯子，只能在屯子之外祭奠。而更讲究一点的，横死之人的家人在1年内都不能去别人家串门，要不然容易坏了人家的运气。刘青山本身不太介意这些，不过想到自己家现在不光是自己，还有母亲和吕家3兄妹，因此也不再强求。张叔，东西你们拿回去就行，我替张大叔报仇也是顺手的事，不用这么客气。你是恩人，送来的东西哪有拿回去的道理？见刘青山接过了礼品，张志夏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，随后看了看四周，这才低声说道：爷们，我知道有一处熊瞎子藏，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？